聽說北京街頭掛了很多燈籠，是黃色的，不懂就問啊，過年不是應該掛紅色的嗎？紅色代表喜慶啊，黃色是有什麼講究嗎？看看我的大街掛黃燈籠了，这都黄灯。随着中国新年临近，本应是喜气洋洋的景象，然而近期各地街头悬掛的却不是傳統的紅燈籠，而是成片的黃色燈籠。北京、山東等地均出現類似布置，引發大量討論。有網友直言，像在办丧事兒，北京黄了，感覺不吉利。我们马上过的是春節，不是清明節，是誰想出来的？过年掛屎黃色的燈籠，掛這個顏色有什麼說法？我就納了悶了啊，究竟是誰出的主意呢？今年過年他們開始掛黃燈籠，很多地方都在掛，滿街一片黃。這究竟是啥意思呢？是要討個好彩頭，要黃。你這整個黃燈籠，這玩意兒按照我們自古以來的說法啊，紅事呢是用紅燈籠，白事是要掛黃燈籠的，這玩意兒它也不咋吉利呀。博主說，中國人在過年時一直用紅色，比如炮竹、对联、年畫等。除夕夜燃燒炮竹，目的在於驅趕年獸，尋求下一年的平安豐收，所以應尊重傳統，才符合廣大民意需求。那些刻意曲解傳統的行為，是對千年文明的褻瀆。我們是要過春節，要紅紅火火的，一年要比一年紅火，不是要過清明節，也不是要過鬼節，也不是要去陰間招魂。你這屎黃色的燈籠是誰想出來的啊？怎麼的，要黃了嗎？博主說，我們盼了一年的團圓，盼的就是那份熱騰騰的生活氣息。街巷裡充滿了歡聲笑語，孩子們興奮地追着煙花奔跑，老人們望着綻放的煙火，笑眯眯的模樣。可現在全被改得面目全非，習俗被剪得支離破碎，就連祖祖輩輩刻在骨子裡的文化都被磨平了棱角。不管他們怎麼改，我們對年的期待，对好日子的向往，对這片土地的熱愛都不會消失。任何人都別想斷了我們的根。網友們紛紛留言，確實黃燈怪怪的，不符合中國習俗。俺們村死人才掛黃燈籠，預示逝者黃泉路一路走好。一個人晚上不敢出去了，感覺有鬼。這氛圍不像是過年，像陰間過年，沒感覺一點喜慶。黃了原本是指計劃好的事情沒能實現，比如商店黃了是指生意倒閉。有網友說，北京也掛黃燈籠，預示北京要黃了，共產黨要黃了，習近平的皇帝夢也要黃了。按照干支紀年的說法，2026年屬丙午年，被稱為火馬年。傳統觀念裡象徵火勢旺盛，因此民間常把這一年視為多事之年。60年是一個週期，歷史上丙午年常被認為容易伴隨重大變故，例如政權更替、戰亂等。因此有網友分析，各地掛黃燈籠是中共為了避開所謂赤馬紅羊節，擔心丙午年火氣過盛會引發不利事件，因此才改用黃燈籠。隨着輿論不斷升溫，2月7日涿州開始連夜緊急拆除才掛了2天的黃燈籠。相比往年使用的紅燈籠，黃燈籠成本更高，卻在短時間內被全部撤下，一來一回造成了不小的資金浪費，沒有產生任何積極效果，更像是一出令人唏噓的鬧劇。最新消息顯示，包括甘肅蘭州、陝西西安等多座城市均已完成黃燈籠的拆除工作。有網友表示，掛黃燈籠真是應了今年的光景，什麼都要黃了。現在理髮店黃了，小吃街黃了，商場也黃了。往年臨近過年前1-2個月，企業和工廠往往都會加班加點趕訂單，生產線幾乎是連軸轉。
但今年情況卻截然不同。由於整體經濟持續走弱，市場需求明顯下滑，許多企業生意慘淡，甚至出現了一波倒閉潮。現在的生意怎麼這麼差？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以前每天隨隨便便幹個幾千塊，現在怎麼斷崖式的下跌了？每天都是1000多，1000多。我房租、倉庫的開支，這裡面都要1萬塊，每天平均300多。我1000多塊，我怎麼掙的300多？還沒算人工呢。啊，我這裡位置算是市場最好的吧？那有什麼用？現在其實每天也還是在倒貼人工。有網友留言：我老闆開了家凍品店，以前每天營業額都是上萬起步的，今年有時幾百，有時2、3千。這個月15號把我炒了，說要發不出工資了。也有網友說，現在人都沒錢了。我家開了20多年的雜貨店，今年生意斷崖式下跌，什麼都賣不動了。實體店難哦，過年還有7天。你看看，雖然我們開始加班了啊，但是他就是沒人，他就是沒生意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，這人都到哪去了啊？以前離過年有7天時間的時候，那是來不及的，人都擠不動。就今年大家過年都不穿新衣服了嗎？啊，這也太難了吧！老闆真的要哭暈了，他要哭暈在廁所裡去了。平時我都沒有怎麼注意啊，今天我才发现，就我們這街邊好多的店都關門了，我丟！你就像這家吧，前段時間還在搞開業活動，一幫人在門口跳舞，這就旺鋪出租了直接。然後你看那邊這一排都關門了，出租。然後這個店更逗，這個店我記着一開始好像是燒烤，後來換成了鐵鍋燉，然後又換成了炒菜，然後現在又成了农家院燉大公雞，又成鐵鍋燉了。就感觉這些開着的底商換的都特別快。差不多是1個月換一家，太恐怖了，我丟！一家小理髮店，之前我還在這辦過卡，到現在也就1年多吧，已經換過好幾個名了。然後裡邊的老闆從小伙子換成大叔，從大叔換成小伙子。看一下今年的生意有多難做。這個鄉鎮的農貿市場，在我的家鄉來說，是相對一個比較大的農貿市場，而且這個鄉鎮的人口也是相對比較多的。你可以看一下。現在是6點50的，那些該出來擺攤的人早就已經出來了，但是這個農貿市場你看一下，還有多少攤位是空在這裡的，是沒人租的，這就說明今年的生意真的是非常非常難做。你看一下是不是很多攤位都沒人擺，對不對？這還是相對比較大的一個鄉鎮。博主說，很多老人靠出來賣菜維持生計，售賣的都是自己種植的農產品。但辛苦一整天，往往連20塊錢都掙不到。作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，他們本就缺乏穩定的收入來源，有時挑着一擔菜進城賣，甚至連往返的路費都掙不回來，就是這麼不容易。今天一天的營業額32塊錢，我真的是要崩潰了。面對每個月1萬的房租，再加上人工水電，可想一下我的壓力是有多大。不知道為什麼進入這個月以後，生意就一直在下滑，今天更是創造了歷史最低，就賣了32塊錢，我真的是崩潰了。不知道為什麼開店以後的生意還沒有做私房的時候生意好。博主說，他一直沿用以前的材料，品質始終如一，質量非常過硬。每次供應商送貨時，都誇他選用的材料已經算是頂級水準了。可他也想不明白，為什麼生意卻越來越差。面對這樣的現實，他感到十分無奈，也不知道這家店還能勉強撐多久。倒閉了，38萬，180天，6個月，1分5厘。沒幹餐飲之前，覺得自己是條龍，幹了餐飲之後，才發現自己是條蟲。這38萬讓我買了個經驗，買了個教訓，也讓我認清了現實。別讓沉沒成本拖垮你，及時止損也是對自己負責。今天晚上就要閉店了，員工也都走了，明天呢也開始繼續打包這些東西了。但這不是認輸，江湖路遠，我們換個賽道再相見。還有7天，今年就徹底結束了，生意真的太難做了。往年一到過年，店裡天天爆滿，排隊都排不上，忙到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。
可今年一天忙一天不忙的。现在时候店里安安静静，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慌。我发现一个特別奇怪的現象，明明都快過年了，理髮店反而不忙了。按理說，就算消費降級，大家總不能不理髮吧？很多理髮店一年到頭就指望過年這前1個月衝點業績，掙點錢。可今年到底是為什麼？博主說，現在很多人都跑到網上購物，實體店的生意受到很大衝擊。但剪頭髮、洗頭髮總得去實體店吧？可如今連理髮店都冷冷清清。他無奈地問：難道大家都不準備過年了嗎？不僅是理髮店，他身邊不少人都說，洗車店也不忙。農村的大集也不如從前熱鬧，來買東西的人明顯少了，大家都在勒緊褲腰帶，不敢隨便花錢，連過年該花的那點開銷都在一點一點的省，日子真的太難了。臘月21，賣一樣少一樣，絕對不會再進貨了，賣完拉倒，回家過年。這就是我花了20幾萬開的女裝鞋服店，竟然3天沒有開張了。姐妹們，最近你們的生意到底是怎麼樣的呀？我都快幹崩潰了。這幾年的生意雖然難做，但是這2年我也熬下來了。5月份我也賣了個大幾萬，想不到6月份突然就沒了生意。我剛才算了一下，今天都11號了，我還賣了不到1萬的業績，房租都不夠呀。現在每天就是老顧客來逛逛轉轉，試一下衣服也不買，新顧客真的是影都不見。博主說，他們做服裝這一行，進一次貨就要10幾萬、20萬，可偏偏連續好幾天不開張。這種心理上的焦慮，只有當事人才能體會。做生意處處都要花錢，上新貨要錢，房租要錢，員工工資也要錢。結果忙了幾個月下來，他的口袋依然空空如也。他感嘆，孩子們馬上就要放暑假了，按照現在的銷售情況，連孩子暑假興趣班的費用他都快負擔不起了。眼看呢又要過年了，按理來說這是一年當中最熱鬧最有錢味的時候，可是你仔細的看一看，現在的大街商場都不堵了，步行街也不擠了，很多店鋪門都是開着的，但是人是沒有的。不能說完全沒有人，而是那種買東西的氣氛沒有了。你會發現大家走得很快，看得很少，更多的是在路過，而不是在消費。以前這個時候飯店要排隊，水果店、菸酒、禮盒忙到飛起，老闆臉上都寫着今年還能賺一筆。但現在呢，很多實體的老闆私下都會說人還在，錢不在了。今年不知道什麼情況啊，這好像都沒有人回來過年一樣，這都臘月21了啊，街上沒人，店裡沒人，這滷菜這行幹不得了，真的幹不得了，沒辦法幹了這個。臘月21了，到現在還沒有人，這生意怎麼做呀？這，哎，我們還守着不回家過年。這情況真的，我放那一坐我都坐不住了。現在是下午的3點多，你看看一個人都沒有。一年還有8、9天呀，按說這個時候應該忙得不可開交了，咋就沒有人呢？我再帶你們看看外面，我的個老天爺喲！你看看大街上乾淨不乾淨？沒有人，你沒有人就是。幹了21年的服裝行情了，今年這個生意也不會幹了，真的。你看過年了都不穿衣服了嗎？為什麼今年就是大家都賣不動貨了呢？其實我前2年也發過視頻，就說了一些這個事情。你看今年我這衣服還是擠擠的，昨天是周6，然後就賣了300多塊錢，就賣了前面那個特價的，包括這邊就39塊錢特價的，包括這邊羽絨服我賣200塊錢一件的，也都沒有人買，也都現在人們只買點特便宜的。反正你就是像這種貴點受網上影響的，你都不可能說以後生意再好了。今年沒有囤羽絨服真的特別對，我現在店裡面就還剩15件羽絨服，我數了一下。我今年真的是覺得很奇怪，年前的這最後1周啊，還有1個星期過年了，按道理說人是非常多的，但是今年真的是很平淡，就感覺好像每天都差不多。就是年前的這一波旺季並沒有旺的，包括我刷的什麼做美甲店的也說啊，這1周突然間就沒人了，然後大商場也是一樣的。今年真的是很奇怪的現象，我不知道你們的市場啊，就是靠近年前的這1周
人多不动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